各位，生活体验营今天正式出发，朝着台东阿朗伊古道前进。感受到这份充满能量的南国气候了吗？雅令正站在高台上，背后是壮阔无际、闪耀着深邃蓝色的太平洋。这里就是超人气的等风亭与天空之梯。这场南国冒险，我们出发。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车程，我们终于绕过蜿蜒的山路，来到了屏东县的牡丹乡。听说这里有个旭海大草原，是南台湾必访的秘境。第一站，我们当然要先来这里探探路。停好了车，整理一下装备，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这片草原其实位在拉班山的山顶，地理位置刚好面向壮丽的太平洋。大家可能不知道，早期这里曾是军事管制区，后来才转型为风景区。因为常年受到强劲的海风吹袭，高大的乔木难以生长，取而代之的是低矮的灌木与草本植物，才形成了这片连绵在山头上的特殊草原景观。走在规划完善的步道上，这里必看的亮点就是观海亭。从高处俯瞰，可以远眺东海岸的湛蓝与牡丹湾的弧线，运气好的话，甚至能看到绿岛或蓝屿哦。这里的生态也很丰富，沿途可以观察到不少海滨植物。微风吹过来的时候，确实有一种天高地远的放松感。不过，老实说，走完一圈后，我们生活体验营也有点真心话要分享。这里的草原面积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反而灌木丛多一些。而且我们转了好久，就是看不到网络照片上那种完美的 V 型海岸线。所以咯，我们的评语是：这里环境清幽，空气好，及格是绝对没问题。但如果期待的是那种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可能就不会觉得太过惊艳。作为旅行的休息站很不错，但惊艳指数就稍微保留一点啦。刚结束旭海大草原的舒心行程，今晚我们来到旭海左岸民宿露营区落脚。这次我们不住帐篷，而是入住期待已久的露营车。一进门真的惊艳，空间比想象中宽敞许多，里面配置了3张床，完全没有压迫感。而这次旅行的重头戏就是挑战阿朗伊古道。大家都知道，进入古道必须具备入山登记，且强制要求专业导游领队。最省心的是，民宿老板会帮我们包办所有繁琐的手续，让我们能无后顾之忧地出发。至于大家关心的费用，这一整套行程包含1晚住宿、丰盛晚餐、隔天早餐及午餐，每人费用是3000元。算一算，省去了抢名额跟准备伙食的麻烦，还能住得这么有特色，我觉得这整体的 CP 值真的很不错。准备好，明天我们就去征服阿朗伊。放好行李后，我们走到民宿对面的旭海旅游服务中心晃晃。这里环境清幽，除了旅游资讯，更能感受到南台湾海边独有的南国氛围。晚餐时间到了，民宿准备了丰盛的5菜1汤，没想到全场竟然只有我们这一桌，就像包场一样，太享受了。隔天一早，我们特地起床，想看旭海最有名的日出，没想到晚了一步，太阳公公早就准时打卡了。这景象怎么感觉比较像夕阳啊？虽然错过了曙光，但这份微醺的晨曦还是很迷人。集合时间到喽，导游准时出现，开始为我们介绍这趟旅程最关键的重头戏。居民在海边钓鱼，然后呢站在那边很累，就把那个石头翻过来要做椅子。当他一翻过来的时候，这个石英构成了一个忍耐的忍字，刚好忍耐的忍。然后呢，他这个人呢就带着把它拿回家，这个很特殊可是据说他拿回去以后1个礼拜睡不着觉，然后他有做梦，这都神话了做梦说，这个石头不是你该有的，你应该要送给当朝的天子。台东游山，台湾海藻，再看看这4个里面哪个？反正不是海藻就是是海藻，是藻质的藻台湾海藻台湾海藻呢，在这边台湾以前很多。那这个果实是可以吃的，但是现在还不能吃。这个季节在开花结果，大概到6月份开始呢会变黑。
它那果实哈，吃起来哈，小小一颗，吃起来里面蹭出一个种子哈，有点像枣子的枣核，一个海蜇，蜇啊。你记得它的叶子长什么样？记得了吗？5个爪子有没有？是不是像5个爪子啊？记得这个花呢，还有它的花瓣，这里啊，1、2、3、4、5、6、7、8、9、10个刃，10个刃，这个叫簇叶牵牛。簇叶的簇呢是一个木字边，一个氢气的气。念簇，紫簇的簇。簇叶牵牛。我们再找找看，其他牵牛花有没有一模一样？原来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都是牵牛花对，爱心的爱叶子。心的刚好它只有5个刃，还是不一样。对，颜色比较不很像也比较淡那这个牵牛花呢叫瑞叶牵牛花，锐的尖锐的，这种尖锐的锐。瑞叶，因为这样瑞叶吗？瑞叶对，爱心。爱心。沿途可以看到好多专业解说员正带领着游客，可见阿朗伊古道受欢迎的程度真的非同小可。这里不愧是台湾最热门的践行秘境。现在我们要去走的是阿朗伊古道，刚刚跟你们讲的阿朗的那个是错的那不是正确的。解说老师不能给你们错误的知识那阿朗伊古道呢是要去一个部落的路，阿朗伊是一个部落阿勇隐，阿勇隐是东排湾语排湾族说那个地方叫阿勇隐，阿勇隐呢直译成闽南话就是阿龙隐，阿龙隐再直译成国语就变成是阿朗伊，而那个地方是哪里呢？台东县的达人乡安朔处旧城，连接在一起变成一条路。你们昨天一定走过平和公路，哪里到哪里？屏东到鹅銮鼻。你们一定走过台26线台1线台1线下来最低然后再来你们来到金山有没有？那一样，廊桥卑南，那实际上就是2个点。卑南大家都知道，台东卑南乡、卑南溪溪口，廊桥是指哪里？知道对不对？这里有个俚语横的这条路，恒春就是那文献上面记载，全长203里。折合现在为什么折合现在呢？因为清朝度量衡跟现在度量衡不一样。清朝度量衡1里路大概500公尺，对，所以折合现在是101.5公里。那今天我们要去走这101.5公里里面的8.6公里吓死人了这次我们的路线是由旭海往南田方向前进，整段古道全长大约8.1公里。才刚出发没多久，就看到不少游客在这里搭帐露营。看着大家在依山傍海的环境下享受生活，也让雅令跟 John 幻想着有朝一日也要来车宿一番。就像汉人这2个名字呢，都可以。所以这个文献上面这2个排序都出现，都有它详尽的记录我们现在正走在古道的旭海端，身旁这块石牌清楚写着它的古称廊教卑南古道。大家平常听到的阿朗伊，其实就是这条古道其中的一段。这里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廊教是恒春的旧称，而卑南指的就是台东。在当年还没有公路的时代，这条路是2地之间最重要的贸易、迁徙与官方往来通道。无论是原住民的联姻、汉人的物资交换，甚至是后来传教士和官员巡视，都要沿着这条壮阔的海岸线，脚踩南田石，翻过观音鼻山。它是台湾少数至今仍没有柏油公路经过的原始海岸线，也因此完整保留了数百年前的原始地貌。走在这里，吹着同样的海风，我们不只是在单纯的践行，更像是在穿越时空，感受先民开拓时的艰辛与韧性。脚下的每一颗砾石都诉说着一段跨越100年的历史故事，这份深度才是阿朗伊最迷人的地方。来到这里，很难不被脚下这些圆润带着白色线条的南田石吸引。每一颗都是经过太平洋海浪千百年的洗礼，才雕琢出这样独一无二的图腾。但要特别提醒大家，这里的石头是禁止捡拾带走的。根据规定，私自盗取最高可能面临500万元的重罚。我们用相机带走回忆就好，让南田石永远留在这片美丽的海岸。各位，我们现在准备要进入阿朗伊古道的管制区。这里为了保护原始生态，每天都有严格的人数限制。生活体验营这次会发挥我们的精神，为大家最详细的记录这趟8.1公里的行程，从地形挑战到绝美海景，通通不漏掉。
快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画设一个地方，把这个地方画成为水面，没再保留区。我们正式从旭海端踏上了这段原始步道。这段路是由无数圆润的砾石所组成的海岸线，走在上面，每一步都是挑战。你需要专注于脚下的平衡，去感受石块间的滑动与支撑。而最迷人的，莫过于太平洋的浪潮退去时，与南田石交织出的那种咔咔声响，清脆而又规律。这片银灰色的石滩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与湛蓝的大海相映，让我们完全沉浸在这种纯粹粗犷的大自然律动之中。观音鼻山。那屏东县政府呢，就以这个山来命名这个保留区的名字，所以叫旭海观音鼻自然保留区。好，待会我们要走的路呢，刚刚是在图片上看不出来。随着路径折转，我们进入了茂密的丛林区，这里与刚才开阔的石滩截然不同，两旁的热带植被遮蔽了烈日，带来一丝凉爽的气息，空气中混杂着淡淡的泥土与树叶芬芳。小湾嘴画这个他不太会唱歌，但是他有眉毛白色。小湾嘴小湾嘴画，台湾这个小湾嘴画眉。他平常呢。角度陶科的都有，有毒，有汁液，都是有。叫什么名字？海芒果。不过没关系，你只要不要掰。海芒果。致命。穿山甲。穿山甲的鳞片啊，其实它不是鳞片，它是它的毛角质化构造。那它的成分呢，就类似像犀牛角的。有人认为穿山甲的鳞片有很好的疗效，所以呢，我们不用去追它。咦，穿山甲，嘿嘿，拍手，那变一颗球了。就乖乖在那里哦，然后我们也不带，就交给狗，给它带回家。在践行的过程中，专业的解说员全程陪伴着我们，他沿途针对这里特有的植物与动物做了非常详尽的解说，从海边到丛林里的植物，到偶尔现踪的动物，都讲得惟妙惟肖。有了这些专业知识的分享，让这趟旅程不仅是体力的挑战，更成了一场丰富的生态飨宴。民国67、68年的时候，那有钱人才能盖得起。第一个交通不方便，能够把红砖运进来，就已经证明他的财力。然后这些建材，而且它面积又那么大啊，我们看一下。是蛮大的。以前呢，我们原住民的家其实不大，像这么大面积呢，我们这里面可以住6户人家。6户。很简单啊，你看哦，一张床的宽度大概2米，2米。在外面半露天的情况之下，就是猪下。在民国67年、68年的时候，台湾被誉为草虾王国，你们有没有听过？好像有。好像有，没有听过？那没有听过，表示你们都很非常了解。那以前那时候民国67年的时候，那是自然养护，他去了就没再回来。里面中间有叶子，中间有刺啊。这根叫无根藤。顾名思义，它是没有根，那还 OK。那这个相思树，这不是叶嘛？就给它撇了。对。这是一片的叶柄，它只有2张叶，就是子叶。那种豆，它是豆科的，那种种子爆开之后，那2个豆子，那叫子叶，那是叶子。这叫什么？这个叫叶柄。叶柄。就是依赖。这里没有叶无叶无根。对啊，我跟你说，这个呢是海边。阿朗伊古道。这条横跨屏东旭海与台东南田的绝美步道，在地理上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它是台湾目前唯一一段完全没有公路经过的原始海岸线，保留了最原始的地质面貌。而在历史的长河中，阿朗伊其实是狼教卑南古道的一部分。早在清朝时期，这就是联络恒春与台东卑南之间最重要的官方驿道与商道。当年无论是先民移居或物资交换，都必须踩着这片石滩前行。今日的阿朗伊已经被划设为自然保留区，走在这里，我们不仅是在践行，更像是在翻阅一部活生生的历史。脚下的每一颗南田石都见证了数百年的风霜岁月。
杯子洗衣服。晚上就在这边洗一下衣服吧。好。沙蟹，沙蟹。啊，那比你转的更快。哦，好厉害哟、好大只哎！会夹手啊，哦，要角眼沙蟹。角眼沙蟹呢，是我们这边沙滩呢称为沙滩的幽灵。哦，它的眼睛有角眼。那晚上的时候，软式担架。哦。我们现在正走在阿朗伊古道的半途，从旭海端出发，一路朝着南田方向前进。现在正好来到了整段路程最考验体力的中段。这里的地理环境跟许多人想象的步道完全不同，放眼望去，完全没有树林可以遮挡阳光。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由海蚀与地壳变动所构成的原始区域，除了头顶的蓝天，脚下与四周全是巨大的岩石堆。这一段路，我们几乎全程都在岩石间攀爬，没有平整的路面，只有错落堆叠的巨石。每一块岩石的形状与坡度都不一样，我们必须不断地寻找支撑点，手脚并用地在石缝中移动。这种攀爬感，让我们真实感受到了这条古道最粗犷的一面。虽然少了一分绿意，却多了一种与大地搏斗、征服自然障碍的真实快感。这就是这段路途给我们的第一份见面礼。当我们在高耸的岩石堆中移动时，右手边就是波涛汹涌的太平洋。这里的岩石被浪潮拍打、磨砺，展现出一种灰黑色、带有质感的冷峻色调。我们走在这些巨岩之上，看着海水不断地冲击岩缝，激起白色的浪花，那种视觉的冲击力非常强大。在没有树影遮蔽的视角下，大海的壮阔是一览无遗的。虽然攀爬得满头大汗，但只要停下来回头望一眼这海天一色的景致，精神就会再度振奋起来。现在我们来到了这段路程最具挑战性的最后一段，大家可以看到前方出现了绳索，因为接下来我们必须面对一段非常陡峭的地形。这里不只是走路，而是要拉着绳索，在错落的巨石之间慢慢地往下攀爬。这是一个需要高度专注的时刻，双手要拉紧绳索，确保重心稳定，两脚则要不断在巨石间寻找安全的踩踏点。考验一波接一波，完全没有喘息的空间。紧接着，我们又要面对新的挑战，必须攀爬这面陡峭的岩石壁而过。放眼望去，这里的地貌完全由巨大且齐齐的石块组成，没有现成的步道，只有前人留下的攀爬痕迹，每一步都让人紧张。我们在大石块堆叠的岩壁上，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移动，这不仅是体力的负荷，更是心理素质的磨练。手脚并用地在巨石缝隙间寻找重心，那种脚踏实地的紧张感，至今依然深刻。当我们成功站在巨大的石块顶端，眼前的视野瞬间炸裂开来。最高潮的时刻来了，我们要跟海浪搏斗。等它浪一退了，以后赶快再跑掉，知道吗？好 ，OK， 都准备好了没有？好。现在我们要挑战这个地方，要绕到这个岩石。
一个。这时候可以往大的地方，阿朗伊古道在观音鼻夹角这里的沿岸地形被称为跑浪区，在这里您需要等待海浪退去，快速攀爬或跳过岩石，以避开潮水打湿身体。若遇涨潮，这段原本的沙砾滩会被海水淹没，变得险峻，需听从领队指导，看准海浪退下的时机，快速通过夹角石块区。这里是阿朗伊最惊险刺激，却也最具代表性的精华路段，能近距离欣赏海浪击打南田时的震撼声响。离开了那段回荡着跑浪曲的砾石滩，我们脚下的节奏从清脆的石头碰撞声转为沉稳扎实的脚步声。前方迎接我们的是阿朗伊古道最著名的地标观音鼻山，这里就是整趟旅程最考验意志力的起点。这段路程就是大家熟知的高绕处，垂直高度大约有100公尺。这100公尺的高度看似不长，但在海风的吹拂与体力的消耗下，每一层阶梯都在考验着大腿的耐力与呼吸的节奏。我们一步一喘地往上攀爬，这就是传说中让许多人望而生畏的好汉坡。爬坡的考验终于告一段落，我们走在观音鼻平缓的山坡小路上，随着呼吸渐渐平稳，低头一看，眼前的太平洋竟然展现出不可思议的色彩层次，这景象简直就像是海上的阴阳海。近海的部分，海水呈现出一种迷人的乳白色，这应该是因为岸边的沙石被强劲的波浪不断搅动翻滚，细小的沙土悬浮在水中，才调配出这特殊的浓稠色泽。而再往远方望去，大海又恢复了它那种神秘且深邃的湛蓝。这份大自然亲手创作的渐层画作，真的让我们看得很入迷。调整好呼吸，我们现在踏上了登顶前的最后1里路，看着前方的山头，1步2步，我们扎实的向上挑战，汗水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看到这是山柚。秋冬的时候，它的嫩芽很多。山柚。我们终于登顶了，站在观音鼻山的最高点，看着脚下这片壮阔无边的海岸线，那种豁然开朗的成就感，就是我们生活体验营最棒的礼物。这一刻真的太热血了。然后下去沙滩吗？对啊，我们沙滩，然后走到那边去，山壁那边有路有没有？再过去那边，我有路，看到没有？看那个白色的边线，那边有车子，在那边上车。离不远。登顶的喜悦才刚放下，紧接着就是下坡的挑战。在下切的过程中，视线往右侧一扫，那片无边无际的太平洋就这样毫无遮拦地跳进眼帘。我的天啊，这颜色真的太美了！太平洋用最纯粹的渐层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我们手抓稳绳索，重心压低，脚步紧紧踩实，一步步往南田方向下切。这段路虽然陡峭，手心传来绳索扎实的摩擦感，让我们每一步都走得格外专注。这是与大地最直接的对话。虽然手里抓着绳索不能松懈，但眼睛真的舍不得离开这片风景。海浪拍打在岸边巨石上，激起阵阵白色的浪花，那种壮阔的节奏感仿佛在为我们的步伐伴奏。这种一边是险峻山壁，一边是绝美海景的极致反差，正是阿朗伊最令人着迷也最硬派的浪漫。对我们这种平常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这段路不只是体力的考验，更是一种感官的享受。就在这抓绳下行的节奏中，我们仿佛与大海并肩而行。这份视野，这份壮阔，绝对值得我们用最慢的速度去细细品味生活中的每一刻。
咸丰草。所以呢，有病要看医生，不要听信一些有的没有的草方啊。但这个可以吃哦，到目前来讲呢，可以吃我们阿美族呢已经开始在吃它的嫩芽了。嗯，是可以吃的，可以入菜。可以那台湾呢，那个不要，有毒哦。叫假咸丰草，那咸丰草跟它不一样，这大花咸丰草是因为它有花瓣，没有花瓣的，像这个没有花瓣有没有？如果你在高山去爬山，玉山啊哪里哈，那高海拔的，你看到有这样这个花，叶子一模一样，那个就叫咸丰草。哦，就是小花咸丰草。所以说不一样，大花咸丰草是有白色花瓣。我们终于踏上了这片平缓的沙滩平地，告别了山壁的险峻，迎来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宽阔而温柔的风景。活泼的雅令一看到这颗巨石，眼睛都亮了，二话不说，直接把它当成了大自然恩赐的专属海景躺椅。看他在那儿一脸享受地躺着，伴随着耳边阵阵袭来的海浪声，刚才爬坡抓绳的疲累仿佛瞬间消失了。这份属于生活体验营的悠闲真的太奢侈了。这片美丽的沙滩就是即将接近南田端的海岸线，坐在这里看着海，吹着风，感受着脚下细微的沙粒，这趟阿朗壹之旅的尾声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加疗愈人心。是水母，你手来比一下，在它旁边，这个是水母，这个是水母哎，像塑胶袋的。对对对。来喽，来了来了，地上，好多种颜色，蓝、绿、灰、深蓝。完成，来对身份，来，不要了，任务完成哦。对身份哪边呢？哦，先进来。哦 ，OK， 谢谢。哦，谢谢。我们要核对身份哦，让我们的稽查员先把删除。好，谢谢。可以哈，好了，好的，云金烧这个外面那边呢在卖凉茶的地方，就是那个凉茶。这叫什么名字？紫花做姜茶，另外一种是黄花做姜茶。紫花做姜茶，不是这炸姜啊，有哈。我是妈，我们这是不是看过？那个人面，人面啊，这叫人曾经抓过一只鸟，可以捕获鸟。看到人面吃出来都是女生。在炎热的气候下走完阿朗壹步道，这时候最需要的当然就是来一罐冰凉凉的啤酒，这才是最极致的享受。最后呢，它是在外面有。哦，是啊。小弟结尾的啤酒进去。哇，冰好凉，好好喝。卖币，多点，你米高温浓。有时候会甜根橡子来嚼，妹妹拿起来，我看甜甜的，我开起跟来，甘蔗一样。可以吃哦。哎，可以吃。啊，这个就是没有毒，没有毒，哦，吃哪里？吃它的茎，很像甘蔗。不是民俗植物。它你看啊，它整一个叶子，但是叶子呢，我们可以包长。啊，我们原住民有一个叫做奇纳卜阿拜，他用这个垫的。啊，因为它糯米啊哈，糯米小米会粘手。是。以前呢，糯米跟小米是很好的粘着剂。以前没有那个快干强力胶，有没有？我们都靠那个弓箭上面那个铁跟竹交合的地方。这叫什么？就用这个。这叫什么名字？月桃。啊，月桃。月桃。但是这个月桃哈，在这里呢，又跟你们一般的月桃不一样。月桃的花是往上。它叫台湾月桃。这个都知道原住民有月桃边祖灵地。那男人呢，要回祖灵地啊，死掉了又回祖灵啊，就是要手沾满鲜血，哎呦，打猎、出草，这样就回祖灵地。可是女生呢？女生怎么回祖灵地？没办法啊。但身上要裹月桃席、月桃边，裹在身上。以前我们原住民呢是蹲葬，台湾族是蹲葬，身上就裹那个月桃边。裹月桃边之后呢，你就可以让月桃边把你带回祖灵的地方，带回祖灵怀抱。因为这个月桃边哈，尤其是月桃席，月桃席呢，在小女儿呢出生的时候呢，妈妈就开始要编给她一个好好的月桃席，未来她嫁出去的时候跟着带走，带夫家去，因为夫家一般都很穷。以前我们的床一穴里面，这叫蹲葬。哎，蹲葬会一打开里面都是骨头，很多人。是。那以前呢，那个墓穴呢，实际上是在家里的。因为迁徙了以后呢，就变成了祖灵地，是这样子。我们在这里休息，上厕所。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这个大石头这里，军舰岩这个地形怎么样？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到这里走浪，
然后爬坡，然后下来走沙滩。啊，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个位置了。哇，啊，那我们要怎么去？去哪里？回到文明世界，对不对？好，那继续再往前走。啊，车子就在这里等我。好，哦，再差一点。哎，差一点点，还大概1公里了。王界线大约在国道的中间，大概一下。界限这个位置。现在界限大概在这里。是哦这，条线就到台东，我这边就台东，要跨过去，跨过来。要缴费吗？这个照片多。买门票。哎，你跳两地耶！妹妹你要跨吗？妹妹小心！妹妹你跨过去了。界标在这里啊。妹妹，我们来。我是台东，我是一日双冬好多遍，哎，你一脚就跳过去了。真的，你一日双冬好多遍，太2秒钟就换。阿朗伊古道南田端的知名地标是一只巨大的环保之手装置艺术，由加拿大艺术家 Dave Hint 创作，手拉着由废弃物串成的长串垃圾，象征守护海洋，关注海废议题。我们终于结束了，8.6公里，阿朗伊步道超美的。我们坐这福斯哦，我们坐这个小的福，斯好，我们坐福斯，好上车。谢谢。公园之前其实就有人在走嘛，应该是吧？他说没有。像走10几年而已呢。阿朗其实才10几年哦。对，阿朗伊好像10几年而已，还没到20年。哇，应该是这样。哇，那从开始走我就都知道了，因为我就一直听，朋友都说你要来走，你要来走。亚玲跟 John 终于解锁了这趟旅程，让他们亲身体会到为什么阿朗伊被誉为一生必走的古道。这里没有人工修饰，只有大自然最原始的震撼。从壮阔石滩到考验意志的观音鼻，每一步都是跟大地的深度对话。这份感动绝对值得你亲自来体验。生活体验营，我们下段旅程见。